习近平在20大的时候，其实把这个科技自主创新当成是一个基本国策来看，所以我觉得从2022年到现在这个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用举国的力量去发展它的高科技产业，这是确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科技战的逼使下面，其实它逼出了中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中国有自己的光刻机，虽然大家质疑它的制程不够先进那28奈米，但是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光刻机，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在科技竞争的过程里面，他把中国逼出了一些东西。路透社最近最新的报道是，根据4名消息人士表示呢，在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他允许 NVIDIA 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人工智慧这个 AI 晶片之后呢，大陆方面看到字节跳动还有阿里巴巴已经分别向辉达询问买晶片的事情。但在此同时呢，彭博也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北京的寒武纪最近也有扩产3倍的计划。那报道中指出呢，寒武纪准备在2026年交付50万台人工智慧加速器，其中包括了多达30万台最先进的思源590还有690的晶片，而晶片主要会采用中芯国际最新的 N+2就是7奈米制程来制造。好，现在看到了中美两强在科技上的博弈美国方面是出口加上促使对手更加的依赖，而中方这边呢，则是用进口再加速自主国产化。所以两强在2026这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是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高科技的赛局，双方都好像认为自己是站在了有利的制高点但是后面怎么样去评估它接下来的发展，马老师？我想现在就是习近平在这个20大的时候，其实把这个科技自主创新当成是一个基本国策来看所以我觉得从2022年到现在这个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用举国的力量去发展它的高科技产业，这是确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科技战的逼使下面，其实它逼出了中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中国有自己的光刻机，虽然大家质疑它的这个制程不够先进那28奈米，但是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光刻机，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我认为，也就是说，在科技竞争的过程里面，他把中国逼出了一些东西。那现在美国说要卖这个 H200我看了一下 H200的确它的制程很先进，它是非常先进的晶片，我觉得4奈米，但是我并没有认为，因为美国卖了这个晶片，它会阻碍或者是放慢中国大陆发展脚步，因为这是2条平行线。H200的使用是一种市场的趋向，就是现在它能够方便的取得晶片，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另外一块，中国在自己发展自主的科技创新过程里面，它是用举国体制继续在推，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本身应该没有相互干扰性。而现在全球的市场都在抢晶片，所以能拿到 Why not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而且其实讲到寒武纪，像上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像是木犀也好，摩尔县城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大陆现在慢慢崛起，而且是渴望成为后起之秀而且是会成为非常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你说光是人就是人才就非常的多那所以接下来就是看时间，那中美之间在这中间怎么样去比拼。有一份最新报告我们带大家来看，是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他们有一份最新报告说呢，尽管华为的人工智慧就 AI 晶片取得了进展但是辉达整体 AI 硬体的性能仍然是保持领先，而且优势会继续扩大。以目前公开的 AI 晶片性能资料还有生产力来估算的话，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报告认为呢，华为几年内都无法缩小与辉达的差距。而这个报告也预测呢，到2027年下半年，辉达最佳的 AI 晶片性能可能比华为的晶片高，就是性能要比它高，还要高出17倍左右。反观华为在2年内不太可能会推出超过辉达 H200性能的晶片，而华为预定在2027年的第4季要推出这个升腾就是 ASIN 960晶片，在2028年准备上市。听到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这个资料到底是从哪来的？因为呢，我们讲说很多事情要有所本就文兄觉得他这个本从哪里来？那这个本当然从行业里面来。这个行业里面，对 AI 晶片里面行业的龙头是谁？
当然就是辉达。当然如果说不是辉达，可能也和辉达有关嘛，因为知己知彼，他才能这个研判出可能真正双方的技术虚实差距。还有未来的前景，但我觉得其实黄仁勋提供，他也只是针对他整个行业正常的发展路径图来做相关的研判，比如华为的最好的芯片和我的目前产品可能差多少，它可能还要多少时间，按正常的发展才可以追赶上。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举国体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寻求突破，而且这几年已经发现。真的在部分关键的这个环节已经有所突破，比如说之前有所谓的自制的 DUV， 最近有所谓推出第一台 EUV 的原型机，其实这都对中国大陆比较目前这个居于劣势的制造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升效果。此外，中国大陆的相关行业里面，在有些新的材料。那也陆续推出，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光子晶片，那也是其中一个代表哦。因此，对于说中美在整个 AI 晶片的竞争里面，我认为这种出乎意料的这个发展，可能会让美国相关的业者在评估上，比如说领先的差距上会打一些折扣。而且大家要知道，中美两大国在这个整个 AI 的相关的竞争。这个算力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算力就是相关的晶片、相关的这个科技能力。那另外还涉及所谓的大模型，那另外还有电力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力，让 AI 的发展呈现着一个比较持续的活力。在诸多的部分，其实中美两国其实各有擅长，比如大家都普遍公认。像在电力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居于很大的优势。算力这种晶片，中国大陆目前在苦苦追赶。那另外，在这个模型这个部分，其实中美各有擅长，因此这个竞争，我认为短时间，比如说2年、3年、5年，可能还看不出来，把时间拉长到可能10年左右，双方鹿死谁手，或者各有一片天，到时候可能会有更细致、更正确的研判。对，其实尤其在科技领域哈，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骆老师，就是一定是叠对叠的啊。我们台面上面看到，就是你现在公开的资料是如此的哈，你的技术到达什么样的地步程度，然后你突破了什么样的关键技术，那些都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我们看不到。不管是中方也好，是美方也好，可能都是如此。那因为我想到先前听过林本坚院士他的一场演讲哈，未来最关键就是在半导体的发展上面，最关键的还是在能源，就是电的问题，以及呢人才的问题啊，人才现在流失啊，或是分布在各地啊，有没有办法集中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哈，所以呢也要了解对手研发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上海交通大学啊，集成电路学院跟清华大学他们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全球第一款专门为生成式 AI 打造的生成式光子晶片。然后呢，在这个处理影像生成跟影片相关任务的时候呢，这个晶片的，就是这个光子晶片的运行速度啊，比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辉达所推出的 A100电子晶片要提升了100倍。然后在理论上呢，这个光子晶片的运算能力可以比传统电子晶片提升1000万倍啊！相关的研究内容也在12月19号这一天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就是《科学 Science》这一本这个期刊当中。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辉达它对标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华为，那现在又杀出这个上海交大集成电路学院呢，跟清大他们研究团队共同推出的电子的就是个光子晶片。不过，当然现在还没有市场化。陆老师，您觉得，就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研发或突破，可能为美中在后续啊，特别讲到 AI 的总体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想会有一些影响，是说这个生成式光子电这个 light chain 啊，它是想要突破，因为像华为任正非也说了，在物理上哦，他们要追赶一个晶片的算力能力，他们觉得很难，所以。任正非说：“我用数学来代替物理，我用堆叠来代替单一，我用电力来补强算力，我用这3方面去补强我对一颗晶片的算力我们不足的地方。因为他认为他晚他1到2个世代，所以
那这个 light chain 呢，它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追赶这个先进制程啊，很辛苦，那我这样换道来超车，我换一个道路，你过去是用电子来传送，因为电子传送会有电阻，会发热，所以为什么一直都需要这个散热，要液冷系统来降它的温？所以这就是电子传送也有它的障碍者所在。那光子传送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Light Chai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不是要取代辉达的这个 GPU，它是针对深层次任务优化的一个专用加速器。它不是通用的处理器。是，就像 Google 它的最近发明的这个 TPU。它也不是要取代辉达的 GPU， 它只是在特殊任务、特殊的效能上，它可以加快它的速度，加快它的算力，并不是。所以将来会怎么发展？辉达会成为你要辉达的晶片是处理非常复杂的逻辑指令跟模型的训练。那这样的光子呢，它可以处理怎么样？就影片的生成。影像的生成这方面，它是专注于影片跟影像生成这方面的功能，所以是把这方面的效能把它强化一下。而且现在的确还是诚如你说的，在实验室的原型。那如果2027年能够商业量产的话，那就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非常不错了。那我们还是期待能够看到它能不能市场化，能不能够商业化。未来应用的话，即便是这个量产了，它还是用来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用，就是说它是一个专用的，而不是一个通用型的。对，是针对影片的生成，还有影像的生成，了解这样的补强它的功能。在中国大陆晶片上面这个领域呢，传出重大新的突破，是路透社他们调查发现。中方秘密在深圳一座高度戒备的实验室里面呢，打造出了 EUV 的原型机。这台 EUV 原型机是由曾经在艾斯摩尔任职的工程师团队所打造出来的。他们透过逆向工程仿制艾斯摩尔的 EUV 光刻机，而中方这台原型机呢，宣称已经能够成功产生极紫外光，但是还没有办法制造出这个可用的晶片。而北京方面现在设定的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以这套设备制造出可用的晶片，但更确切的时间点会是可能落在2030年。不过，《金融时报》就是英国的媒体则是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掌握的晶片技术只是升级版的，就是艾斯摩尔旧型的 TwinScan Next 1980i 系统而已。好，路透社现在爆料，这《金融时报》也做出了他们的分析。不过，我们要问张老师的就是，中国大陆在自主研发这个 EUV， 其实他们一直不断在尝试，尤其面对美国施压给荷兰这样的一个围堵封锁之下，挑战跟突破的方式怎么看？那其实因为这个中美之间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部分。那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很早就已经认知说，既然我买不到，或者是只要是别人的，就有可能我就有可能受制于他。所以其实，在那个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开始所谓自己想要能够可以自己做，就想办法自己做。那针对这个部分来讲，那甚至在今年年初，其实就已经有传出来，在深圳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这个有一张在神秘的实验室有一张这个照片，然后号称说是 EUV， 因为那台设备上面有写前面3个字写 EUV。那但是后来被证实说，它其实是这个 EUV 光源里面的一个干涉仪，量测的这个部分确认或者是这样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但是呢，其实在这过程里面，其实这个今年来讲，其实已经好几度这样子，一下子可能有人传出说有这个风声，一下子又没有很确实的这个证据。那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其实第一个一定是倾尽国家之力，然后呢，第一个不会是只有一个单位，它会是好几个研究单位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曝光系统，我们叫做曝光机，中国大陆叫光刻机的这个东西来做拆解。我所谓拆解是一台这样子的一个曝光机的一个系统，它其实分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光源的部分，对，有所谓的这个 DUV， 我们叫做深紫外光，那更短的这个紫外光我们称为 EUV 极端紫外光。那 DUV 它的光源的波长是193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那 EUV 呢是13.6纳米，这两个相差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差了10几倍。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2种不同的光源，它在设备上，在所谓的制作的原理上来讲，就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光源来讲，其实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的研发部门，或者甚至很多的公司，其实都在做这个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那在这里，我们有这边提到是说，尤其像最近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有一位承认这个艾斯莫的这个中国籍的科学家研究人员林楠，对，他这个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主要来讲，就是在针对这个光源的这个部分，荷兰的艾斯莫的它采用的这个技术是用2氧化碳雷射把这个锡的液滴，这个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去烘击它，那这时候烘击的温度是22万度，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温度。那接下来还要再烘击第2次，那把这个第2次的烘击的时候，才会产生出这么短的紫外光。那因为这样子来讲，所以就导致了这样子它整体的这个效率其实没有很高。是，那这当然也有延伸到我们所说到说，为什么用 EUV 这么耗电？因为它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它其实这个雷射产生这个极紫外光的这个效率，对，其实没有办法很高。是，那中国大陆呢，因为这个受限的问题，所以它没有办法取得这个2氧化碳的雷射。那因此，雷射的光源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开发，或者是来想办法自己做。那他们就想到，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固态雷射。那固态雷射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大家都看过那个雷射笔，教学用的那个雷射笔，对，我小小的一颗我就可以打出红外线。是，现在它可以做到瓦数很高。那所以呢，林楠这个的研究就是，我既然没办法取得2氧化碳雷射，我就用这个固态雷射的方式来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光源出来。那当然，这个目前来讲，这个研究成果证实这个方向是可行的。那但是这个效率上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真正量产。就金老师这样的分析，其实就是说，只是时间问题哈。现在已经有原型机出来了，那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出可用的晶片，但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那现在除了光刻机，就是硬体这边部分之外，晶片的领域哈，在这个礼拜也有一些重大的讯息啊，也是突破。AI 晶片新创公司叫木犀，他们在这个摩尔县城之后呢，创造中国大陆新一波的 AI 晶片浪潮。怎么说呢？因为在12月17号，木犀登陆这个上交所科创板，在盘中一度创下了新高点哦，飙涨到突破了755%，最终呢，这个收盘的时候呢，大涨了将近7倍，成为最近以来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最受到瞩目的焦点。木犀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在2020年由前超微的员工叫陈维良他所领军创立的，他们专注在全端 GPU 还有运算平台上的研发，而目前呢，木犀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能够达到千卡丛级、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 GPU 供应商。而摩尔县城它的表现也是不遑多让。12月20号呢，他们发表了新一代的 GPU 架构，叫花岗，号称这个算力密度可以提升50%，能效呢提升10倍。其实不管是木犀也好，还有包括摩尔县城另外就是大家所常常听到的寒武纪这都是中国大陆呢都被认为说是像美国辉达一样，就是未来的这个后起之秀。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因为光是木犀的 IPO 第一天股价就大涨了7倍。您从财务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象征的市场非常看好它未来的后市，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生产的商机。那我们也知道研发需要非常大的资本，所以在资金面上看起来这问题是不大的，对吧？ OK， 你先讲一下这个。当然，它 IPO 之后，当然资金就更进来了嘛。对。那当然涨了7倍多，这是一个非常算是可怕的这个数字啊。这个量大到这个在股市中，这个只要去买的不是就大赚了吗？但我们都知道股市如潮水有涨有跌，你也不可能说它就一直涨下去。但是一出来就这样这个亮点就这么亮，这绝对有原因。我想跑不出2个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浪潮嘛，走这个趋势，只要高科技的
它就会被肯定。但是你必须加到另外一个，就是它必须真的有价值。什么价值呢？它必须要有一些很高超的所谓的技术的深度是被突破的，而且这个突破要被肯定。好，那我现在讲一下，我常常在讲说，中国啊，这个真的像一只潜在海中的龙，它过去在浅滩招虾戏。它现在深海中呢，真的游龙啊，真的是活力高得不得了。它已经吸收了非常大氧气，练了一身的 muscle， 所以谁来他就一直要挥一个头或者甩个尾，对方都会看到他的 muscle 之大，会担心。而且我觉得这只龙还生了非常多的小龙在里面。各位，半年前你也听过这个新凯莱，对不对？大家知道，在这个突然神秘出现，这个叫这个 Semicon China， 哇塞！一展秀的时候，大家知道刚刚讲这个光刻机啊，这 EUV， 大家说哇塞，这个你又要开始追上艾斯摩尔了。你刚刚讲的寒武纪等等，我们都不要去细数，这些小龙太多了。你刚刚讲到木犀，又讲到这个摩尔县城，我跟你讲，一家又一家，而且每一家都说，之前都不太知道，都浅游在海中的小龙，怎么一出来就这么的凶猛，一冲就冲很高。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们的深度真的突破到一定的水位。刚才呢，这个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现在布局整个他们的科技是遍地开花，全国起之全力。而且这真的是用钱去扎下去。您刚刚也提到钱，各位回想一下哈，当这个习近平上来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丢的叫这个红色供应链，红色供应链很快的隔年就打出了所谓中国自主的 China Creation， 叫中国制造。那这时候呢，就在2014年扎了非常大资金啊，1387亿，扎就叫大基金一起计划。从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准备科技突破，所以2015年写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我们谈了很多次 China Creation 2025， 最重要的他开始讲的2、3、4、5、6、7、8、9、10的2是什么呢？工业化和资讯化。工业化它要做到制造强国，它现在已经是制造最强的国家了。我想啊，它的制造业不但已经很强，而且还是突飞猛进。美国是空洞化到不得了，现在美国不管其他地方多强，光这个制造业它大概就忧心忡忡，不但忧心忡忡，会胆战心惊，会害怕中国。第二个呢，我在讲它的第二个话叫做资讯化，资讯化就走科技这一端。各位，它的科技资讯现在已经走到，我想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凭空所以想象说中国到底多进步。是，可以去想想为什么美国要抓这个新疆的这个所谓的这新疆的问题，这个是所谓的人权问题，很清楚，新疆就布局了39个算力中心，这都要 backup 当未来的 AI 整个算力的支持。它这个都完整建立，而他们现在虽然我们都知道它很内卷，就是因为所生产的所有制造业加上科技资讯化所做的科技业的东西都便宜到吓死人，而且速度又快，所以它第一个广遍布开花，第二个深很快速的可以做出一个科技含量够高，而且让全球都担心的。那这个最重要就是成本又低。当成本一出去的时候，包括军事力量，我还跟人家开玩笑说，他打一个这个，就算不是很远程飞弹，只要美国有一颗飞弹这个防空罩要去挡它，他可能丢100万过去，美国可能要6000万去挡。也就是我的意思说，中国所做出的东西都非常便宜。你看电动车啊，什么电池，所有的东西都这样，一样的东西，他们的东西一一的突破。我们现在看到不但是科技的突破，还有它的成本的优势。还有速度之快，以及这个我们讲它未来的电力这个储备，我觉得整个就是您说它怎么看这个中国整个的 AI 的趋势的后市呢？对，我觉得我跟你讲，这个现在我们普遍来讲，它除了晶片被质押，它没有办法拿到最先进制程做到完整以外，但是大家一直在想，它迟早会追上，这是事实。那整个我们讲遍地开花之后的中国，从成熟制程到 AI 的整个后市趋势。它已经超越了，它还直飞向上。我觉得未来的后势不可挡。对，您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条大龙它下面还有非常多的小龙啊。其实刚刚讲到的，包括寒武纪啦、摩尔县城啦，还有像是木犀啊，我特别去看了最近一篇报道，他特别点到了就是摩尔县城的部分。他说，其实像摩尔县城有很多他们的就不管创始人也好，或者说他们里面的这些创始的员工，其实都是生前在包括像刚刚讲到的超微啊，还有包括像是辉达的前员工，而且他们懂得的是整个 GPU 建立起整个 GPU 的生态系，它不只是做 GPU 的晶片，所以他们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哈。那当然，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晶片科技宣称不断持续突破的同时，总是会有人唱衰啊。《纽约时报》是批评呢，但他们批评的是谁呢？是批评川普。奇怪了，这个川普呢，他们怎么批评啊？他们说，川普开放 H200禁令，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晶片政策，而且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助力。报道说呢，川普政府向外界宣称，向大陆出售晶片会使得中国更加依赖美国产品，阻碍提升本土产能的努力。但中方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川普在宣布出售 H200的决定后几天，
那就看到中国大陆呢宣布追加投资700亿美元，用来提升本土晶片的产能。而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更是直接表示，辉达的先进晶片只会被中国大陆的科技业作为呢完成本土替代产品的过渡之用。最近也看到，包括德国媒体《商报》还特别有一个标题，他说感谢川普，让习近平成为了2025年的最大赢家。我要问的是，川普他开放 H200这个，你说政策真的是反反复复。将军，您看哈，这个政策为什么一直举棋不定，说要封，但后来又开？我认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它的方向是拿捏不定，很矛盾。对。因为我们知道 H200比 H100，它是高效的运算器跟这个 AI 啊，它两个AI 伺服器啊，两个结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不开放，中国大陆是时间问题就过度就会研发成功，迟早的事。对你要不要赚这一大笔？你要赚这一大笔，那你就卖。你卖的话，中国大陆它会逆向工程帮你做出来，它会迟早要取代。那你不卖，你这一笔钱是赚不到。是中国大陆也就迟早会出来，只是时间问题。那你不要赚这一笔。今天川普，我认为他也是做了明智决定，在商言商，我先赚钱，入袋为安。我有钱干嘛不赚？我不赚的话，再过2-3年，这个按照摩尔定律啊，这种是没有好光景。你要马上由这个尖端制程，马上变成成熟制程就出来了，人家也会做啊。那中国大陆它有这个条件，中国大陆有这个条件，逆向工程就进来，而且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这个半导体、在算能的领域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专利。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认为川普他说，那我这样子，那我就先赚这一笔再说。我不赚这一笔，你迟早你也会做，那我没有办法赚到。那好，那这样子有没有帮助中国？有，中国大陆当然拿钱买了，你这个都是尖端的。但是我这个中国大陆一项逆向工程他就做出来了。他知道本来散热中国大陆有困难，都会到最后蛮热的嘞。但是我我也知道了，拿了H200之后，我知道散热要怎么改良，我知道了就改良。花了2年改良，它也散热成功了，算力也快了，散热也成功了，中国大陆也会了。但问题是，美国赚到钱啊，对，那中国大陆提早了1年或者2年，它也达到了这个从尖端制程过渡到成熟制程，它也会做了，变成双赢。所以川普今天讲要双赢还双输，对，那川普走双赢，我先赚钱，你赚提前量。你提早2年达成，所以川普后来他会精打细算。对啊，那宁可双赢路线，也不要变成双输路线。真的，将军讲到重点哈，这个从来都是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啊，不可能永远都是赢家。全球半导体竞争的非常激烈，现在日本的 Rapidus 呢，宣称他们正在加速推进2奈米制程的量产目标，是量产哦，而且传出呢规划要更先进的制程。好。那么日经新闻还有读卖新闻最近都不约而同的报道指出说 ，Rapidus 北海道千岁市的第1座晶圆厂计划最早在2027这一年要启动第2座工厂建设，目标是在2029年。他们说不只是生产2奈米，也是要生产1.4奈米的制程的这个晶片，缩短跟目前市场的龙头，也就是我们的台积电中间的差距。Rapidus 他们的最新回应表示说呢，这个报道是媒体在猜测不是事实那但是 Rapidus 7月份已经在包括他们的工厂开始2奈米这个 GAA 技术的晶片原型制作，而他们的执行长小池春义呢，也在这个把这个 IBM 跟设计公司，就晶片设计公司叫做 Tensorant 视为是潜在的核心客户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蔡老师，就是 Rapidus 不断强调说他们要直攻2奈米，现在不只是2奈米，还直攻1.4奈米，技术上是如何突破？大家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个，你就算技术突破了，你还得要量产，因为量产曾经你也提过，买家在哪里，客户在哪里呢？第一个1.4奈米这个的话，确实是媒体他讲出来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用官网去做一个解释那官网的话，我们就会有看到，我们把 Rapidus 他在11月26日的官网，他自己有去澄清一件事情。他自己澄清嘛，对。他在说我们没有做这一种发表有关于1.4奈米这一种东西，所以既然是没有的话，就是媒体去猜测。可是
媒体它真的会是我们讲的叫做空穴来风吗？因为我去查了一下，包括 NHK 它也有报道这个事情，有可能就是他们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去走。那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日本人他们的一种行为模式，他们的行为模式的话会比较低调。他不会讲的那么多，所以就是说他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去走，应该有做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他才会去说出来。那说出来的话，他既然表明是没有，但是不代表他真的是没有，这个我们可能要去注意一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他对台湾的台积电最大可能造成的一种冲击，是它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那什么叫商业模式不一样？就好像我们1980年代的时候看电影，可能就是用 cassette 去看，或是我们就 CD、DVD， 或是我们讲蓝光去看。现在没有人看蓝光的，然后就进入到网络去看。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台积电会出来，因为它讲了一个概念叫做 foundry。那 foundry 的话，就是我帮你代工，这是我们90年代起来一个模式。所以 Rapidus 它也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在那官网就是讲，我们没有要跟台积电去对冲，我们用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商业模式。那我们这个商业模式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利点，就是我们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因为台积电它是我们讲叫做量产，量产的话，我们都卖给什么大厂啦，什么 Apple 啦，或者什么 NVIDIA 啦，那就必须要前工程、后工程、什么工程，那时间会很长。那 Rapidus 的话，它速度会都全部包装在一块里面。如果它这种商业模式一成功之后的话，这个等于是我们的台积电会变成是旧的模式，就好像我们以前常听CD、DVD， 现在没有人在听 CD、DVD 的。那它是不是有办法突破1.4奈米的话，真的这个倒是没有听到的一种消息。那就算1.4奈米不论。可是我们讲光2奈米，我们这也提到过嘛，哈。对。你2奈米，你还要进到你的良率要提高到你能量产，量产之后你还要找到客户啊。找到客户的话，这个会蛮难的一个点，因为在今年的9月7日，日本 NHK 做了一个特别报道，就是直接去追踪Rapidus 的小池董事这个人我们讲的执行长，追踪他2-3年，他也有去报道，就是Tenstorrent 的一个老板，那这个老板也跟他讲，只要你做得出来，我们愿意跟你买，而且我们要的就是速度比台积电更快的。那良率的话，这是你们自己要去做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点就是日本的良率的话，你只要去给他时间、给他钱，他可以做得到，因为他现在不考虑成本，他的钱等于是说我没有考虑到有赚没赚钱，反正钱就是政府来的，我只希望把它拉拔起来。那拉拔起来的话，我们看好像是为什么品质很好，它像Toyota的生产系统整个就会进去，所以我还是就是觉得他们的新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的旧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假如这个成功之后，那我们台积电的整个商业模式就会整个垮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弱点。OK，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日前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个有关于机密窃取的案子哈，现在当然还在诉讼，而且这次也特别看到丰基威力科创的那个社长还特别到台湾来，拜会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嘛，这特别是表达说这个中间可能有些误会哈，不过现在已经进到这个法律诉讼的这个阶段。好，那说到晶片的突破，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些发展呢，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叫魏少军，他抛出了一个震撼弹啊。因为他宣称呢，有一款采用14奈米制程，而且搭配18奈米 DRAM 记忆体的人工智慧晶片，说这个效能呢可以媲美辉达所生产的所设计的这个4奈米 GPU。那魏少军表示说呢，这个晶片可以把14奈米晶片跟18奈米的 DRAM 堆叠键合在一起，然后采用3D 混合键合技术，实现同对同的超高密度连接。显著的提高效率，并且降低运算的延迟。那这种架构呢，将使得逻辑运算晶片会紧贴内存记忆体，然后执行，可以更加的动态改善 AI 工作。因为 AI 工作它的算力要非常的大，它的负载也非常的大，好，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我们也看到先前美国对于半导体的这个围堵啊，还有包括对大陆晶片技术的封锁。辉达当然一直很想要卖到这个就是大陆就是它的 H200现在一直想办法看能不能解禁。当然，因为美国的这个强力制裁的关系，所以使得辉达现在的市占率我们也看了一下，超过90%，以前是超过90%，现在呢全部归零。华为变成了主要的受益者。
那现在魏少军喊出了说，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4奈米的 GPU 啊，就是媲美可以辉达，像是辉达这个4奈米的 GPU 哈，在这个时候喊出这样的一句话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读呢？大使？对，其实这个我的了解啦，就是 AI 的部分啊，当然芯片是它的很多重要这个 AI 的这个整个的科技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是代表的是算力啊，算力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你的大模型的应用层面。对，那之前你还有电力，最近黄仁勋在美国接受采访，他讲得蛮清楚的哈，有5个层面啊哈。那现在讲的就是芯片这一部分。芯片的话，事实上，中国大陆尤其是华为的芯片啊，它一直生成910，它跟过去那个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这个NVIDIA 的对中国大陆的特供晶片啊，已经等量齐观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大陆的厂商就开始用中国大陆这个，尤其是华为自己的这个晶片，910C 啊。那来取代这个黄仁勋的这个产业啊，而且中国大陆的政府也下令给他们相关厂商，是基于保密原则，你不要用这个 NVIDIA 的晶片。所以黄仁勋他前2天在美国的演讲，他说我们这个芯片啊，真的是举世无双啊。他说不但美国政府 ban 不准他卖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同时 ban NVIDIA 说你不准买 NVIDIA， 他说我是双重被 ban， 双重被禁止。他说这个东西，因为那个记者问他说，你们的晶片这样送到大陆上，会不会技术上会被偷窃啊？会不会帮助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方面发展？那黄仁勋就说，我芯片有什么帮助中国大陆什么的？我的芯片大陆也照进啊。对，所以就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要偷他的意思。不过这个里面就是说，其实这个 GPU 跟这个所谓的 DRAM 2个是密切在一起的。它需要它就要 DRAM 里面大量的这个储存对的这个资讯，然后用这个 GPU 在里面运算。对，那它现在这个叫什么逻辑晶片紧贴内存的记忆体，也就是 DRAM 跟 GPU 2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之前中国大陆很多科技的突破，我看基本上就是说，它很多部分在取这个记忆晶片里面的记忆的这些资讯的时候，它抽取的方式比较精准，是不会去全部算一遍，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算一遍，把有效的它会直接抓到它要的那些资讯。所以它这个就算力的部分，它就负担就比较轻。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在基本上它那个是科技上的突破，不是它算力的大增，而是逻辑晶片跟储存晶片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把它做得更有效率，所以它的效能提高。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人说 NVIDIA 的那个 GPU 它事实上算力很强，可是它大概被运用的，它整体算力被运用的这个比例不超过30%。所以它70%的那个算力都没有用到，就跟我们用一台电脑一样，里面那么多功能，我们能够让它30%功能就很不错了。是，所以大陆现在就走这个方法，它在这个算力的运用方面，它的效率高，然后这个记忆逻辑晶片跟这个记忆晶片在互相互动的时候，它取用逻辑晶片要这个储存这个做记忆晶片里面资讯的时候，它的效率更高。所以它就可以用18奈米跟14奈米的14奈米的逻辑晶片跟18奈米的记忆晶片结合的时候，达到你这个4奈米 GPU 的。对，强调说它的效能有提升。它就是效能，它是内部的运算跟这个是高科技的东西，大概的概念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黄仁勋真的确实非常的着急，因为夹在中美2强之间啊。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到黄仁勋他有一个协议可能达成区，他全力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说服川普不卖晶片，才会让中国大陆领先。好，那再来呢就是投资让利来安抚美国，然后呢拼合作建立互信来安抚中国大陆哈。那当然现在黄仁勋想这么做，他先看到的是苏姿丰先达成了，因为
超微执行长苏姿丰表示说，他们的公司已经取得了部分 MI308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相关许可。那一旦出口呢，超微也准备好了依照规定向美国政府来缴纳15%的费用。所以黄仁勋不行，但为什么苏姿丰可以？或许川普像黄仁勋一样是要钱了，就是不是要钱，因为今年已经就是从川普上来之后，已经有几次黄仁勋有宣布大规模投资案子，不管是在美国或他陪川普总统去中东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宣示，有一些跟这些波斯湾国家的 AI 方面的合作，那规模真的是不少了。所以我猜川普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而且大家都知道，回答手上的现金实在太多了。他们连自己不知道怎么花、怎么投资了。可是我记得黄仁勋之前有跟川普表达过说，如果今天这个高阶晶片让进大陆卖给他们，我也让你分润啊，就是好像也是15%左右。川普当然川普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在短期之内可以拿到黄仁勋一些其他的公布一些其他的大规模投资案子，那当然，川普会向他要了，而且基本上黄仁勋还是会配合，不管他是回答自己投资，或者跟 OpenAI 或其他的公司一起合作了，回答的确是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猜川普还是希望回答可以做更多国内投资，川普感到满意的时候，才会给回答这个出口的许可。对，所以现在夹在中美之间，其实黄仁勋很难的一点就在于说，就算最后说服得了这个川普放行，让他卖到中国大陆去，也得看中国大陆要不要买才对啊。中国大陆的科技龙头，也就是华为啊，最近接连向外界展示了一连串的黑科技，让业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那有哪些黑科技呢？像是最新的手机 Mate 80系列，他们采取的就是麒麟9030的处理器。另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呢，也传闻这个处理器就是它的制程等同于3奈米的制程，但是呢，考量目前大陆在光科技技术上受到了限制所以一般外界也推估说，大概可能是指向是中芯第2代用7奈米制程所做出来的最新晶片。而除了硬体之外呢，在软体方面呢，华为呢也在11月21号正式发表了 AI 容器软体，叫 Flex AI。AI 容器软体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装着 AI 应用的智慧盒子可以方便快速部署这个 AI 的算力。而目前呢，业界在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大概只有30%到40%。Flex AI 呢，号称是可以透过算力切分的技术，把单张 GPU 算力卡精准切分，那么把这个呢实现单卡同时就一张卡就可以同时承载多个 AI 的工作，让算力的资源平均利用率再提升30%所以算是大幅的提升。那现在软硬体都有新的技术的展现跟突破，其实要表达的是不是就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之前就像大家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呢，你是封不住的。好，那现在聂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麒麟9030的处理器真的，现在外界都觉得怎么做出来的因为号称是用3奈米的这个制程，但是到底突破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很多东西中国所做的东西太神秘，你要我马上讲得很深，还真的非常难。即便我们被很多人认定我们在大陆的研究蛮多，不管从经济从科技角度我们先讲一下，中国为了要推它的这个晶片用了多少心力？你想想看，2001年当时台湾人张如京有没有带着台湾的团队到了浦东去做了中芯半导体？对。也号称要打造国际晶片，打了20多年。请问这个2000到现在25年了，做了什么？还是不到成功。但是它有水位的提升。那中国它的整个变脸，是因为它这个会赚足了全世界的外贸财嘛？外存从1兆、2兆、3兆、4兆，大家知道2006年1兆，2009年2兆，2011年3兆，2014年4兆有钱人使鬼推磨，它开始扎了所谓的2014开始新运上来的红色供应链2003到2014中的工业4.0。最重要，他们已经把眼睛开始雪亮去做科技的基金
的研发的技术，单晶一期计划2014年，单晶一期计划2期计划2019年，3期计划23、24年。各位去看一下，他们有些没达标，因为没达标，一些高层就被下马，因为贪污官吏还是在里面。可他们真正上层，真正亦步亦趋的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神秘就很可怕。你要知道，美国在矽谷的科技，它已经很多创新事业已经到了一定水位，可它成长还是有比较慢。中国是突然在往上的，就跟它在2002年到2014年的经济成长一样。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到所有的科技都突然出现。我先讲一下，他们的经济有所谓的5规划，大家都知道，以前叫5计划，从15到5规划，现在15规划。第二个，他们所有的科技，它更严峻的去规划未来。最重要一个文本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它有10大领域的未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未来资讯科技 AI、5G， 它叫新一代讯息。我要讲的，它只讲2个话，叫做工业化、资讯化。那你讲说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它已经传出好多次要3奈米下，但是都太难做到，一次又一次。我就举例这个麒麟好了，你讲这个麒麟这个9030，其实啊，你记不记得在2年前，2023年而已，在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2022年隔年，他们商务部长到了大陆去做了一件事，他要求哦，带着那个使命说要求中国不能再发展科技，你太快了，影响到我们国安。结果才一去，人家送他一个 Pro Max 多少60。他当场吓到，带回美国拆开，技术哪来的？开始用这个来封锁中国。为什么他还能拿到这些东西？有没有？去年 Mate 70，这个他配上 Mate 80，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我认为就是 yes 了啦。它3年编程要快，很快了啦，就不断在突破，不但突破，而且突破到你会吓到。但是这个奈米之争的确是太可怕，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台积电是在1987年啊，张忠谋来的时候1988，我那时候是2年后才跟人家搞入台湾基础电路，但也好几10年才有今天。而且我们最主要台湾在扎半导体是在1980年代所种的重基，不是它在2014才开始。我们是有那么长的血缘历史，也有这么完整的产业供应链。整个园区的布局，多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博士，那我们是那个年代读书，我同学学什么都读 computer science 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以前是工学院的啦，我是土木工的工业，我在热血搞 AI 是传统的 AI， 我必须说明中国的这些东西会不断的突破提升，让你吓到。还有我讲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它的供应链结合也会帮你吓到，比如它的软体结合，包括它那个鸿蒙的操作，它跟那个鸿蒙的星河互联，去把它的所谓的鸿蒙的应用智能会做到。非常，我们讲说未来的算力还要很厉害，要高效、高速嘛，对不对？它的高速会越来越快，而且它的功耗呢会越来越小。对，我觉得它的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光它在突破这个地方，还是它其他产业供应链以及在所有在用电啊、功耗的地方的所有地方的加持。因此呢，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您提到软体啊，其实华为最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 AI 容器软体啊 ，Flex AI 啊，它能够。把算力的利用率再提升30%，等于是在提升算力翻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当然，这个云端算力呢，现在是对标，就是辉达他们直接推出的是 Run AI， 现在呢，华为有 Flex AI 哈，那就是相互来 PK 一下。当然，这个 Flex AI 呢，希望能够努力的去追赶，甚至超越辉达。所以讲到了这个美中在云端算力的竞争上面，看起来其实不只是企业自己在不断努力去突破，不断努力去提升。还有整体国家的力量在支撑啊，中美都是如此嘛？对，因为事实上这个现在在 AI 上面有2块，一个是硬体这一块啊，对，就是所谓的晶片，AI 晶片，那这个是算力啊，代表的算力。那当然，现在麒麟这个升腾9030，它的算力不断在提升，可是跟美国的这个 NVIDIA 的算力啊，还是有一段距离。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双方差距的就是算法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不管是这种所谓的计算训练或者是推理的软体，像 DeepSeek， 它当时一推出来以后，我记得当时的这个 NVIDIA 的股价跌掉了3000万以上3000亿以上，多当场市值。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用它的算法。它不需要极大的算力，那成本就低很多。就是算力，它另辟蹊径。对，那现在这个 AI 容体软体也是跟那个 DeepSeek 一样，它是算法上做了改变，而且呢，它的包容力比较强。它等于说你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本来就是说你有算力，可是你在算法释出的时候，你就需要像这个 Flex AI 这样子的晶片这样子的软体。那这个软体现在就是说。
NVIDIA 它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这个容器软体AI 容器软体，它只能跟这个 NVIDIA 自己的晶片相容。可是呢，华为推出来这个新的 AI 容器软体它可以把辉达、升腾还有其他第三方的软体把它做一个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高效利用。也就是3种不同厂牌的软体，它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可以把有效屏蔽各种不同算力，这个晶片算力之间的差距。那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运用屏蔽的能力会使目前的各厂牌的这个所谓的晶片AI 晶片，它的这个效能能够提升30%。也就是目前的来讲的话，你今天你的 AI 晶片大概透过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容器软体也这个差不多发挥它的整体的算力的30%。对。那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 AI 软体容器软体Flex AI， 它可以再把过去的利用率再提升1倍，就可以达到60%。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只是升腾软体的话，它跟这个NVIDIA 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软体之间有50%中间的算力的差距。对。可是今天如果说升腾软体再加其他第三方软体加起来以后，运用这个 AI 容器软体这个华为软体，它的算力就提升了1倍，水平就是追上来了。所以本来差50%，它提升30%再提上来就追上来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是另辟蹊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不管这个华为这些大厂，它不但在晶片的算力上在下功夫，在相关的软体上它的算法上也在下功夫。对，就是把软硬体之间的这个差距跟美方这边呢拉到最近，就是刚刚讲说，透过软体的这个设计呢，让统筹跟分配算力，让它变成是算力极大化的一个效率。所以现在美方当然很担心的是科技力呢被中国大陆追上所以呢，现在在美方这边呢，看到彭博11月22号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针对是否允许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 AI 晶片展开这个初步的讨论。美国商务部也正在审查要不要变更禁止政策，但是强调说这个计划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来变去还是有一些调整。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就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能够暂时暂缓这个限制措施。辉达也表示呢，现在的措施让公司被迫退出全球的最大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如果 H200 能够获准出口，就会是向大幅松绑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大陆的 AI 所设下的贸易限制。好，简单来讲，我要问的是 H200 有可能解禁吗？它要考虑解禁的考量会有哪些？其实H200就像刚刚这个介老师所讲的其实是高阶算力算力的高阶。然后呢，也是最新最强的一代然后它是这个全球呢，这个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呢所必须要的。是。那现在中国因为被管制是没有嘛所以呢，我想 H200呢是美国掌握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业界的讲一句话，就是说 AI 呢是这个H200呢是 AI 时代的一个基础这个建设的一个晶片我们知道基础建设最重要，没有这个晶片，那就谈不上什么基础建设，就谈不到以后的工程跟建设所以人家说谁掌握了 H200呢，谁就掌握了 AI 能力那刚刚这个何龙你所提到的刚好是就美国有意要去解禁这个 H200那我倒觉得他现在要解禁，那可能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最后的决策的细节，不是川普或是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他有一个。既然 AI 或是科技是现在美国的要去遏制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他必须要有最终的决策细节，还有附带的条件，还有国会的回应别忘记了国会其实有时候会撤走这一段，是因为既然是谁掌握了这个 H200，谁掌握了 AI 嘛，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也是在国会是非常一个会交战的一个地方然后此外呢，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技术和产品呢。会一个解禁的行动，如果光只有 H200，那这样可能是一个特例，而不是
而不是以后就是一个解禁的一连串不尽然哦。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否能够代表它的要不要大幅解禁呢？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可能还去观察的哈。那第一个。这个只是讲，但是官方呢还没有要承诺解禁哦。那他只是说，所有方面有可能都会变动，还会变动。对啊，有可能变动，变动就是代表变数。所以我想说，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一定判定会不会哈。而且呢，再加上它是不是针对性的解禁呢，而不是全面性的解除管制？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美国现在他要考虑的一个，尤其在 AI 它关键所在是国安、国家安全，还有技术领先跟供应链控制这3件事情如果一起考虑的话，我觉得 H200其实是很大的变数，因为要考虑国家安全啊，要考虑技术领先啊，考虑供应链的控制，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去看的话，恐怕这一条解禁之路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不定数性很高的。白宫有通知联邦政府的官员说美国是不会准许人工智慧，就是 AI 的晶片大厂辉达降规版的这个晶片呢，就是 Blackwell 呢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表示说，川普呢已经改变心意了，因为他在8月份曾经暗示说有可能会把这个 Blackwell 准许它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是降规版的，效能降低大概30%到50%。可是显然从最新的结果看得出来，是在内部对中鹰派的压力给了川普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对照这2天特别到台湾来风尘仆仆到台湾来参加台积电运动会，然后旋风式又离开的黄仁勋因为他之前就提醒过，围堵只会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 AI 竞赛中落败。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大陆方面传出，为了要促进内部晶片产业的发展，也推出了晶片自主化。那特别呢发布了指导命令要求接受国家经费的资料中心计划只能够使用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好，我请教江老师黄仁勋的提醒因为我记得他不止一次特别提醒说，川普政府请你们一定要正视一件事情，是一味的围堵。第一个，我没有了市场；第二个，他们的技术不断在突破，那我们要想办法拖慢它的速度，所以请不要围堵。这个部分的话，您的看法？其实说实在，毕竟是商业模式啦，你要有买卖，你才有钱赚。那有钱赚，你才可以去做研发，往下一代走。那目前川普从8月说可能允许部分降规，到现在是禁止出售。其实对辉达来说有没有伤，我觉得应该多少是会有的。那再加上其实商务部有下指示说，在中国的数据中心是不能用辉达的东西，要用自主研发的东西。对。那基本上这样子会造成怎么样？就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中国强迫用自己自主的国产品牌来去做使用。那你今天效能不够，用数量来凑，那久而久之，也许就找出不同的解方。第一个，那其实，在华人很容易就是做，因为像美国会习惯是像这样子，会有点像是暴力的去解题。我用数据，我用数量，我用效能来去解 AI 的题。那中国可能我因为效能提不起来，所以我别的方式去解这个题，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发生。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在数量上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那是不是辉达会去找别的方式去做其他的应用？这可能也是我们是需要去做后续的去观察。